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整容脸和天然脸区别，看生前侯梦瑶和颖儿。诚意就知道了。生前剧情再现，永夜星河与小巷人家都迈向大结局之后，电视剧市场的霸主也出现了新的更替。央视的生前开播时段并非理想，在下午4点半这样一个颇为尴尬的时间播出。不过幸运的是，生前的收视率相当不错，差不多仅低于黄金档的《故乡的泥土》与《西北岁月》。实际上就谍战剧而言，生前的剧情还算合格，观众也目睹了云鸿深从一个青涩少年逐步成长起来的过程。播映至今，观众感到最为遗憾之处，或许就是由王劲松饰演的云木之过早离世了。尤其是在5年之前，王劲松正值意气风发之时，看上去颇有书圈顶流的风范。大概诚意变身二嫂奶奶的片段是最具搞笑色彩的戏份了。没料到诚意确实颇具几分美貌，即便扮成女装也是颜值颇高，帅气不凡。甚至诚意早期还有那种将裙子驯服的经典画面，这些画面都把观众逗得开怀大笑。然而一想到爸爸离世的悲痛，哪怕身着女装，诚意眼中的泪花也能带着观众入戏，与云鸿深一同哀伤。生前这部谍战剧当前的主要情节就是云鸿深的成长以及对日本间谍昆吾的抓捕。到现在为止，这个昆吾就只露出过一个鼻子，很明显是做了心虚的事，一点脸都不敢露，就怕半夜鬼敲门。观众们对剧中的嫌疑人也有了一些猜测。必须承认，生前的观众有一种被这部剧逼得近乎疯狂的感受，觉得谁都像是卧底，都已经列出了9个嫌疑人了。对于昆吾究竟是何人，观众仍然毫无头绪。然而当下嫌疑最大的米兰，凭借一张尖尖脸，成功的让观众看着不顺眼。突兀的尖尖脸，米兰现身之际，其颜值之高，足以让大少爷云其深对他一见钟情。要是添上滤镜再看的话，确实有了纯白茉莉花的那种感觉了呢。只是这名女间谍同志经不起仔细打量，脸只要稍稍一转，那如同直接连向天边般的鼻梁，就将脸部经过人工雕琢的痕迹给暴露无遗了。很明显，在脸部是花了大力气进行改造的。当人笑起来的时候，脸上的各类瑕疵就会被暴露无遗。瞧瞧这生硬的苹果肌，深陷下去的眼窝以及尖锐无比的下巴，真的是让人越看越觉得不舒服。那种有着科技脸的模样，再加上在剧情里鬼鬼祟祟，几乎就被认定为间谍的人物设定，一下子就使米兰成了整部剧里最让人讨厌的角色。不过演员的演技还算说得过去，单看这个不经意间的一瞥动作，就能看出是个资深间谍了。恰恰像米兰这般心思深沉之人，碰上了满脑子恋爱的云其深，这让观众也不禁皱起了眉头。尤其是张天阳那未经修饰的原生脸，偏黄偏黑的肤色，与米兰那张充满科技感修饰后的脸一同出现在画面中的时候，带给观众的冲击就更为强烈了。尤其是在最近的剧情里，云其深前往医院迎接米兰。米兰笑起来的时候，那尖尖的鼻头与下巴实在是极为抢镜。当为云家老太太按摩脚部时，米兰无意间低了一下头，这使得她脸上那种尖锐之感尽显无疑。由于是俯拍的角度，米兰的侧脸看起来愈发恐怖，用沟壑纵横去描述再恰当不过了。观众会觉得整张脸的五官都透着一种不和谐之感。然而当得知米兰的真实姓名为工藤玲子之时，观众对她在长相方面的不协调之处便能够多一些理解了。
毕竟中国人与日本人在气质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而这种违和感恰恰成了剧情的亮点。至于扮演那位尖尖脸日本间谍的侯梦瑶，在对这个角色的演绎方面也算是竭尽全力了。只不过，这位演员之前还在童年时期堪称神作的《花木兰传奇》中饰演过花木兰这一角色。然而，从演员那差异极大的外貌上，观众都快要无法辨认出这是同一个人了。这也表明侯梦瑶这么多年在脸部做了多少改变，曾经的模样已经没剩下多少痕迹了。当大哥与间谍关系亲密的时候，二弟云鸿深显然要敏锐许多。云鸿深佯装加入军统，与文业明成了并肩作战的伙伴，二人也就此暂时放下敌对关系，化敌为友了。自然脸的演技，云鸿深进入军统系统之后，就被要求交出他所拥有的密码本。只不过云鸿深的态度极为强硬，我就是不交出东西，哪怕理由十分蹩脚，是个不堪一击的谎言，别人对手握尚方宝剑的云鸿深也无可奈何。只不过程毅这种畏畏缩缩、嘴巴都难以张开的表现，全然没有那种别人对自己无可奈何的得意与洒脱，这使得观众感到这段剧情未能达到令人爽快的程度。云鸿深和文业明到了晚上也不睡觉，他们精力充沛得很，在基地里到处跑来跑去，一心想要直接找出卧底。影这面色泛红的模样，依旧很有剧烈运动后的喘息之感。程毅却不一样，脸部红气不喘的，全然没有那种死里逃生之后该有的样子。然而，这两人的试探并非徒劳，基地里的间谍的确露出了马脚。已经有了怀疑的对象，接下来要做的便是在对方的势力范围内将其擒获，并且获取证据，这是一项极为艰巨的任务。文业明前去向站长寻求支援，云鸿深呢，其主要任务是拖住对方。与此同时，这里设置了男主与卧底相互对峙，并且向学员们进行现场直播的情节，淋漓尽致地展现出男主的聪慧机敏。哪怕卧底勒住男主的脖子时，以往只要一扭就会丧命的情况，放到男主身上却完全不管用了。能够察觉到已经有扭脖子的行为出现了，可恰恰是由于男主的脖子比较僵硬，竟然没有被杀害，而且还等到了救援人员。程毅尽管嘴巴难以张开，可脸上的表情依然十分到位。被勒住之后，脸色长得通红，龇牙咧嘴的样子，都让观众体会到了特务工作的生死攸关。与侯梦瑶那带有科技感的脸相比，女主角颖儿的天然脸显然看起来要更顺眼些。颖那圆溜溜的大眼睛极为可爱，不过这与她军统特工的身份却非常不搭调。程毅与颖儿他们的面容看起来是天然的，不过在演技方面却依旧有提升的空间。或许这与生前是5年前的作品存在关联，二人的演技都略显青涩。生前的演员水准高低不一，不过这部谍战剧在情节的跌宕起伏方面处理得相当不错。只是文业明中枪受伤之后，两人都已经到医院了，可云鸿深依旧公主抱女生的情节确实有点太过偶像剧了。医院难道就没有紧急病床可用吗？抱着人一路颠簸，这对伤口能有一点益处吗？怕是只对营造浪漫氛围有好处吧。文业明行事莽撞，这或许会惊动目标，不知是否会对抓捕间谍的行动产生影响。